今天台湾的年轻人，无论是统派还是独派，无论是看清历史前途还是尚且迷茫，都不会把李秀莲的主张放在心上。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民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老台独吕秀莲抛出统合的概念，谁能相信呢？2月17号，台湾媒体出现了一个久违的声音，曾经担任台独分子陈水扁副手的吕秀莲公开放话，批评蔡英文的抗中保台政策，并且首次提出了一个统合的概念。吕秀莲呢是两岸都非常熟悉的老台独分子了，他跳出来说统的问题，让很多人感到意外。难不成搞了一辈子的台独行将就木的时候居然转性呢？但是仔细分析吕秀莲的说法，就可以看出他的台独主张是一点都没有改变，只是更加的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的。对于吕秀莲这个人呢，研究台湾政治的人都有非常准确的评价，这是一个比蔡英文还要顽固的台独分子。吕秀莲是台湾的美丽岛系政客，是为民进党坐过牢的，也就是说他是有比较坚定的台独政治理念的。有人说多数当政的台独分子一味的愚弄老百姓，说台独呢十拿九稳，并且一直在用心的推进以武拒统。至于台独会否引起大陆的武力统一行动，他们往往用美国会干预、美国会来保台湾这一类的空头支票来安抚欺骗台湾的民众。但吕秀莲和大家不同，他一贯主张台湾人要直面武统的可能性，并且采取实质性的措施来应对。所以呢，吕秀莲才会质问蔡英文当局反中抗中一定保台吗？如其一直说抗中，不如赶快研究如何保台。这次吕秀莲跳出来说话，显然与国际局势的变化有直接关系。2021年的8月份呢，美国狼狈地撤出阿富汗，让全世界上所有迷信美国强大武力的人都出乎意料。2021年底到现在，美国一方面炒作乌克兰危机，一方面又坚决不肯向乌克兰派兵。乌克兰作为主权国家，反复的哀求美国派兵进驻，都遭到了拒绝。那么以台湾的政治地位，怎么可能指望美国武力介入台海问题呢？李秀莲因此表示，民调显示台湾人多数不喜欢大陆，但问题是没有人愿意打仗，美国人也没有那么笨，台湾人不想打仗就过来帮忙打仗。换句话说，作为一个顽固的真台独，李秀莲感觉到了巨大的危机。但蔡英文当政以来，除了在言辞上挑衅大陆，在台湾的军事力量建设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成就，除了向美国买，并没有真正的加强台湾的防空、反导、抗登陆的能力。只要解放军发起渡海攻坚，台湾军队的防御体系顷刻间就会土崩瓦解，所需要的时间可能比当年的渡江战役还要短。这样的局面，吕秀莲怎么坐得住呢？吕秀莲认为今天的年轻人在有生之年一定会面对大陆处理台湾问题。他说，统可以解释为统一和统合，这两个词有什么区别呢？统一是没什么悬念的，就是按照中国大陆的意志，无论是一国两制还是一国一制，都要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所谓统合，就是类似于欧盟那种国家共同体，国家和国家之间可以用统一市场、统一签证，但主权呢还是各自独立的，军事、外交、司法各干各的。吕秀莲主张什么呢？当然是可以统合而不要统一。那他的这个观点与台湾国民党人张亚中的立场是不谋而合本质上还是要搞一边一国。到这里我想广大的网友们就明白了吕秀莲为什么在沉寂了几年之后，又忽然跳出来大谈统独问题。因为台独后辈们眼看就要把路阻截了，大陆被迫启动反分裂国家法规定的武力统一的程序，只是个时间问题。我们相信今天台湾的年轻人，无论是统派还是独派，无论是看清历史前途还是尚且迷茫，都不会把吕秀莲的主张放在心上。因为吕秀莲所主张所谓的统合，是台湾问题解决方案当中最不切合实际的一个。大陆不会同意，
台湾民众不同意，台独分子也不同意，甚至美国也都不会同意。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